莫德贤的鞋左脚磨损多，所以最后给萧衍的是右脚的。夏承被撕的裙子后来没缝，给莫德贤当背带了。小等闲吃手指符合儿童心理学，是有含义的。不得不说，德贤简直还是太低调了，各种细节根本扒不完。今天我们继续盘点和解析。影片中不止夏承一个新的女性，船靠近码头时，岸上女学生正喊爱国口号，还发了很多宣传单给其他妇女，对应了后面日本人进村的时候也拿起武器抵抗的女性。她们是真的新的女性，要和男子们一同翻卷起时代的暴风。瑞士造的撸罗通却标注德文，这是因为核心技术本来就是德国莱茵金属。当时德国军工为了规避凡尔赛条约对武器研发的限制，选择让瑞士公司贴牌生产。梅德夫肩章也仿的德国的，甚至小说里也提到了萧衍对炮的操作也是跟德国人学的。再仔细看，箱子用的是最早的1字螺纹，而非后续改进的10字螺纹，这些都充分还原了历史时代背景，是真正的紧致。同样细致的还有莫德贤的着装，一开始他穿的背带裤，下船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在宜昌左边的背带就用蓝布条替代了，合理推测很可能用的就是夏承裙子被撕下来那一块。割指镇几年后，衣服两边背带彻底坏了，被莫德贤改成了腰带，裤子上也打上了2块大补丁，这里完全就是当时百姓穿衣服的真实写照。新3年旧3年，缝缝补补又3年。还有片中的鞋也很贴合角色背景，萧衍和梅德福是正规军，穿的鞋是皮鞋，麻国富跟康灵宝是被沿途收编的，一个穿布鞋，一个穿草鞋。康灵宝是到割指镇才有布鞋穿的，这也说明在镇子上5年，村民确实没有亏待他们。莫德贤对家人很好，夏承和老太爷都分别有2、3双布鞋，他就那一双工厂发的皮鞋，穿了5年，左脚都严重磨损了。这里有一处设计很巧妙，萧衍牺牲前刚好丢的就是右边的鞋子，莫德贤给他的右脚鞋也是比较好的那只，看得出来编剧也希望萧衍这个角色体体面面的走。莫德贤为什么颠3倒4的？是因为他跟梅德福一样，也有战后应激障碍。中间有一段他站在街头，身边不断闪现大屠杀的情形，他的表情就很不对劲，再结合他一直在做各种防御措施，说明他心里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，也十分贴合当时的时代背景。小等闲吃手指的行为是典型的儿童心理学表现，这属于婴幼儿口欲期的延续行为。当孩子处于焦虑、不安、恐惧的状态下，会下意识的吃手指安抚自己，比如太爷摔了碗时，家里气氛紧张，还有说错话要挨打时，小等闲都会吃手指。再结合官方的设定，小等闲的耳聋时好时坏，所以就可以推测，当时在坦克前面时，小等闲的耳朵失灵了，听不见，导致他焦虑，只能吃手指。这是为什么莫德贤特别担心的原因。最后是一个小问题，宜昌夏承家的2张老照片分别是谁？除此之外，你还知道其他细节吗？评论区聊聊。